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经过5年的婚姻磨砺，我与婆婆之间的关系始终如同冰炭不投。她对我总是心存芥蒂，无论我如何努力，似乎都难以取悦她那双挑剔的眼睛。曾经，她在一众家人的围观下，肆无忌惮地对我进行辱骂，那些刺耳的贱货字眼如同利剑，深深刺入我的心扉。而周围的亲友却都选择了沉默，无人愿意站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。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屈辱与重压之下，我终于决定不再委曲求全。愤怒之下，我将婆婆出轨的确凿证据公之于众，直接发到了我们的家族亲戚群里。这一举动犹如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不仅彻底摧毁了我与丈夫之间本就脆弱的婚姻关系，也让婆婆自己的婚姻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尽头。既然大家都过得不快乐，那就干脆一起离婚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个大年30的夜晚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年夜饭，本应是温馨和睦的时光，却因孩子的话题而气氛骤变。婆婆再次当面责备我，7年未能生育成为她攻击我的痛点。她尖锐地指责我整日化妆做美甲，毫不留情地辱骂我，甚至扬言如果因我而断了他们家的血脉，她绝对不会放过我。面对这些无休止的指责，我已经习惯了沉默以对，反驳只会让她更加喋喋不休。而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无意义的争吵。然而，婆婆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，她转而攻击我的丈夫，责备他当初不听劝告娶了我这个生不出孩子的媳妇。当婆婆的言辞越发激烈，甚至开始动手时，我终于忍无可忍。我缓缓地开口，揭露了导致我们无法要孩子的真相。问题其实一直出在我丈夫身上，这个秘密如同重磅炸弹，瞬间引爆了整个家庭。婆婆的愤怒，丈夫的慌乱，我的决绝，在这一刻交织成一幅荒诞而讽刺的画面。在亲戚群揭露婆婆出轨的事情和年夜饭的闹剧后，我深知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回，而我也在这场闹剧中找到了自己的勇气和决心。或许离婚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，至少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关于婆婆口中那个本该成为我老公妻子的富家千金，其实不过是我老公曾经追求却未能如愿的梦中情人。她对我老公并无半分兴趣，更别提愿意嫁给他了。在结婚初期，婆婆还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和睦，然而随着第2年我未能如愿怀孕，她的态度便开始了急剧的转变，对我各种挑剔与不满。到了第3年，我依旧没有怀孕的迹象。焦虑之下，我和老公一起去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，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，问题竟然出在我老公身上。面对那份检查单，我惊愕地说不出话来。我们当年结婚太过仓促，未曾做过婚前检查就匆匆领了证，谁曾想竟会是这样的结果。老公泪流满面地跪在我面前，恳求我为他保密，并发誓以后会加倍补偿我。我心软之下答应了他，然而换来的却是婆婆变本加厉的刁难和她的冷漠疏离。我挣脱她紧握的双手，愤怒地控诉道：没错，我当初是答应了你，但你看看这几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我替你承受了这么多伤害，你却只会和稀泥。她尴尬地安慰我：我妈就是那个性格，你知道的，为了我，你就多担待她一些。关于生孩子的事，
我会找机会跟他解释的，忍一忍。我冷笑出声，我这些年忍的还不够吗？他脸上闪过一丝窘迫。最后一次，我发誓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。过完年我休年假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必了，我冷漠地拒绝了他。我不缺你那点吃的，我只希望你记住你刚才说的话。说完，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房间。年后，老公为了照顾我的情绪，开始站在我这边为我说话，这让我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他复工后，家里又只剩下我和婆婆2个人。这天，我在厨房忙碌着准备午餐，婆婆又在客厅抱怨起来：“你能不能快点？这么久了还没做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残疾人呢。你是想饿死我吗？”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才10点多而已。妈，我已经很快了，我还要备菜呢。这句话似乎触碰到了她的痛处，她大声嚷嚷起来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怪我没帮你洗菜吗？如果什么事都要我做，还要你这个媳妇干什么？”我无奈地解释道：“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再耐心等等就好了。”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无谓的争执，我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然而，等饭菜上桌后，他刚尝了一口，就皱着眉头吐了出来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太咸了，难吃死了！你是不是在家待得太舒坦了，连放多少盐都不知道了？”我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，明明味道和平时没有区别呀。婆婆站起身来，不满地说：“如果你不想做，就别做了，别装出这副假惺惺的样子给我看。我也不是非得吃你做的饭不可。一个女人连最基本的下厨都不会，真是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。”面对她的无理取闹和挑剔，我逐渐失去了耐心，无心再与她争辩下去。这样吧，您先随便吃点什么垫垫肚子，晚上我带您去外面吃行吗？去外面吃？他反问我道：“你还想去外面吃？你知道去外面吃一顿要花多少钱吗？我们家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。当初给你的那点彩礼，我估计早就被你挥霍一空了吧？真是个败家娘吗？上不得厅堂，下不得厨房，就知道乱花钱。”我有些无语，这种剧情再次上演，而且每次都拿彩礼来说事儿。当初2家商定好的1万块钱彩礼，在婚后竟然被他说成了是我贪婪无度的证据。明面上是1万块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送了我一套房子呢。面对这种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对的局面，我逐渐失去了耐心和他争辩的欲望。既然您不愿意出去吃，那就请您将就着吃点吧。晚上我会注意控制分量的。我尽量保持平和的语气说道：“你弄的这些东西狗都不会吃，看一眼我都觉得反胃，你自己留着享用吧。”他不屑地说道，然后转身离开了餐桌，留下我一个人面对着满桌的狼藉和心中的怒火。爱吃不吃，我在心里嘀咕一声，便不再理睬他，开始收拾起桌上的碗筷来。夜幕低垂时分，我老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回到家里，他刚进门就听到婆婆开始抱怨起来：“哎呦，儿子啊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不在家，就有人欺负我这个老太婆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老公一边换着鞋子，一边询问道。他脸上满是疲惫的神色，但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听婆婆的诉说。婆婆似乎就在等待这个问题一样，她一改下午对我嚣张跋扈的态度，现在变得楚楚可怜起来。“你这个媳妇啊，她不给我饭吃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！”说完还假装抹了抹眼泪。我老公听完之后皱眉看向我：“秦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让我妈饿着呢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详细解释了下午发生的事情。
我怎么可能让妈饿着？是她觉得我做饭太咸了。我说让她暂时忍耐一下，晚上带她出去吃。她又觉得我乱花钱。我本来以为老公会理解我的做法，没想到他却紧锁着眉头，显得有些不悦。我妈既然不爱吃，你就重新做一份给她吃，这很难吗？她是我妈，也是你婆婆，你怎么能让她跟着你凑合呢？听到她这么说，我心里顿时窝火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好心好意做饭给她吃，现在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而婆婆也趁机蹲下身子，开始呼天抢地地哭闹起来。哎呦，我这个老太婆好可怜啊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以后怕是要被活活饿死了。我老公见状，赶紧扶起她，安慰道：“没事的妈，明天我带你出去吃好吃的。”然后又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见，但是下不为例。”说完，她便扶着婆婆进了房间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孤零零地站着。最终，这场家庭闹剧在不愉快中落下了帷幕。复工之后，我汲取了之前的教训，选择在公司食堂解决中饭和晚饭，以此避免被婆婆使唤。即便回到家，我也尽量减少与她的接触。我们同住一屋檐下，却如同陌路。她很难找到机会再挑剔我。某日，我刚下班踏进家门，婆婆竟意外地主动与我打招呼：“秦青，下班了呀？”见公公也在场，我点点头，礼貌地向他们问好。她随即向我招手：“秦青，过来一下，有事跟你说。”她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不寻常，让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安。我带着疑惑走过去坐下，询问她：“妈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她直言不讳地提出：“我和你公公商量过了，想让你辞职。”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让我惊愕不已。辞职？我脱口而出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继续解释道：“你现在工作这么忙，家里都没人做饭，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。再说，你一个月的工资也不高，不如就在家专心照顾我，这样你也能有更多时间准备生孩子的事。”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的提议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辞职。婆婆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坚决，她愣了一下，脸上露出一抹讥笑：“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在公司干出什么名堂来？我们让你在家享福，你竟然不领情。享福？”我冷笑一声，自从我嫁到这个家，就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。要是我真的辞了职，别说享福了，恐怕连一天安宁都没有。我站起身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是不会辞职的，您别再说了。”这时，公公也开口劝道：“秦青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一直没有孩子也不是个办法。我们觉得你待在家里会更轻松一些，这样怀孕的几率可能也会更大。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。”我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，回过头望着他们：“爸妈，我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吧，我是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我的工作的，请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至于妈你……”我顿了顿，如果你想找人照顾你，可以请保姆，无论是你自己出钱还是你儿子出钱，我都没意见。婆婆听了我这番话，彻底急了。她怒目圆睁地指着我吼道：“你别不识好歹！我让你辞职是看得起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要是不辞职，我明天就去你们公司门口闹，我看你们领导还敢不敢要你！”面对她的无理取闹，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。随便你，总之我是不可能辞职的。我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原本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第二天她竟然真的来到了公司门口大闹。不仅如此，
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他都拉着海豹坐在公司门前，保安怎么劝都劝不走，只要一碰他，他就大声嚷嚷着要报警。公司实在没办法，只好让我先休假一段时间处理家事。我抱着公司的一大堆东西回到家门口，迎面就撞上了婆婆的冷嘲热讽：“哟，我还以为你多有本事呢，这不还是乖乖回来了？人家公司根本不需要你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。”我本来就因为差点丢了工作而恼火不已，听到他这番风凉话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并在心中默念了3遍不生气诀，然后才回了自己的房间。然而婆婆并没有就此罢休，她站在我门口不停地唠叨：“我告诉你，逃避是没有用的，你迟早得辞职来照顾我，别给脸不要脸。”她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，让我烦不胜烦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决定采取行动来反击她的无理取闹。于是到了晚饭时间，我故意迟迟不出去做饭，她开始疯狂地敲我的门：“你在干什么？都几点了，还不出来做饭？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呀？”我无视她的咆哮，继续待在房间里不动声色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外卖到了，我这才打开门走出去。一看到我出来，她就破口大骂：“这都几点了，你才露面？你等着瞧吧，等我儿子回来了，我就让他把你这个祸害给踹了。”我对她的辱骂充耳不闻，拿了外卖就回房间去了。在进门之前，我突然转过头对她说：“你儿子没告诉你吗？他这几天出差去了，你要想做饭就自己做吧。我想你应该也不会想吃我的外卖，毕竟少个人少份钱嘛。”说完我就关上门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外面尖叫着发泄情绪。在那之后的好几天里，我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独自点着外卖，房门紧闭，尽量避免与婆婆有任何交流。无论她在门外如何叫嚷，我都心如止水，只当她是烦人的背景噪音。终于，随着家中恢复宁静，我也迎来了复工的日子。为了避免老公出差归来后婆婆再生事端，我一回到公司就主动申请出差，离开了整整半个月，以此来规避潜在的冲突。等我归来时，老公已无法再找我麻烦，之前与婆婆的不愉快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翻了篇。然而，我没料到婆婆的报复会如此迅猛且出其不意。某个下午，闺蜜打来电话，询问能否将她的猫寄养在我家1个月。考虑到白天家里只有婆婆一人，我略加思索，觉得这是个可行的请求，便答应了。在接回猫咪的路上，我顺便采购了一些猫咪用品。到家时，婆婆不在，我便迅速开始为猫咪布置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在安装猫砂盆时，我意外发现商家赠送了一个摄像头，于是顺手将它安装在了房间里，以便随时观察猫咪的情况。不久，婆婆回家，一进门就看到猫咪，她惊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鬼东西？”我一边逗猫一边回答：“哦，这是我朋友的猫，他托我照顾1个月。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孙子吗？这只猫可以陪陪您，让您提前感受一下当奶奶的乐趣。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”她瞪大眼睛，愤怒地吼道：“孙子和这些畜生能一样吗？你竟然拿它们相提并论！我命令你立刻把这只猫送走，听到没有？马上！”我没想到她的反应会如此激烈，试图解释，但我已经答应了朋友，不能言而无信。要不这样，我把猫放在我房间里，出门时会关好门，保证它不会打扰到你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
一想到和畜生同住一屋，我就浑身难受。他们又脏又恶心，我绝对不允许他们待在这个家里。他恶狠狠地盯着被我抱在怀里的猫，立刻送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此时天色已晚，送往宠物医院已来不及。无奈之下，第二天我只能先将猫关在房间里，打算下班后再去安排寄养事宜。然而，当我回到家时，却发现猫不见了。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我惊慌失措地冲出去质问婆婆：“猫呢？猫去哪儿了？”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对我的焦急询问不以为意。我扔了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难以置信地问：“扔了？你把它扔了？”她脸上毫无愧疚之色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是啊，那猫一直在房间里叫个不停，我嫌烦就扔了。”愤怒从我心底升起，我气得全身发抖。那是我朋友的猫，你怎么能随便扔了呢？即使不是朋友的猫，你也不能不经过我同意就扔掉，那是一条生命啊！他却不以为然，一个畜生而已，扔了就扔了，还需要问你？你带他回来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。我不想与他争执下去。尽管愤怒难平，但告诉自己必须保持冷静。当务之急是找回猫。你扔到哪里了？快告诉我！他得意地看着我，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，却故意卖关子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知道今天从他嘴里是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。于是我转身迅速下楼，前往小区监控室调取监控录像。幸运的是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我找到了那只猫。我不敢再把它带回家，立刻打车前往宠物医院，为它安排了寄养。当我回到家时，婆婆还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电视。见我回来，她幸灾乐祸地问：“又回来了呀？那畜生找到了没呀？”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便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他的笑声在背后响起，尖锐而刺耳，但我已无心去理会。刚刚平息的怒火再次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我紧咬牙关，全身神经紧绷，仿佛每一寸肌肤都在颤抖。我难以置信，一个人的言辞竟能如此恶毒，仿佛毒箭般直刺人心。他依然趾高气扬，嚣张地警告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再带这种脏东西回家，我看见一次就扔一次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，冷静地回应：“这是最后一次，你若再挑衅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”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说什么大话？一个小丫头还想吓唬我？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重复：“这是最后一次，我绝不允许你再伤害我的猫，更不允许你挑衅我。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轻蔑地笑出声，但我已不再理会，转身回到房间整理猫咪的用品。突然，我瞥见了之前安装的摄像头，心中一动，决定查看一下婆婆是否曾在我不在时伤害猫咪。点开录像，一个惊人的画面映入眼帘，婆婆竟然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手进入了我的房间。她指了指我的猫，男人随即抱起猫咪，两人一起离开了房间。虽然画面有些模糊，但我确信那个男人绝不是公公，这意味着婆婆出轨了。我惊愕不已，她不仅背叛了婚姻，还趁我和老公不在时将那个男人带回家中。公公常年在外奔波，很少回家，即使回来也住在他父母家。他竟如此肆无忌惮。我迅速将这段录像保存到手机上，直觉告诉我，这段视频将来或许会有大用处。周末，我和老公都在家休息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婆婆竟然提议外出就餐，
平时她最反对我们外出吃饭，这让我感到事有蹊跷。果然，在餐厅的包厢里，吃到一半时，婆婆突然开口：“儿子，儿媳呀，我想去旅游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没出过国呢，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老公沉思片刻后说：“出国呀，可是您不懂外语，而且年纪也大了，我不太放心。”婆婆转向我，继续说：“儿子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我看到有种老年人旅游团去欧洲10国游，我想去报名，你觉得呢？”秦青，我保持沉默，感觉她话中有话。老公觉得有些道理，便问：“那您就报名吧，费用是多少？”5万。婆婆回答：“这么贵？”老公吓了一跳。秦青过年期间不是发了不少奖金吗？我想用那个钱来交团费。婆婆直言不讳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她铺垫了这么久，是为了我的奖金。我冷笑着拒绝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妈，这钱我有其他用处。”没想到婆婆先急了：“我儿子那么辛苦赚的钱，我怎么能用他的呢？倒是你，秦青，你妈妈哪里需要这么多钱？我现在要出去旅游，你给你妈的钱以后还能再赚啊！”这番话让我瞠目结舌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您不用您儿子的钱，却想用我的钱，我又不是你女儿，你也不是我妈，我为什么要给您花钱？老公皱眉看着我：“秦青，注意你跟妈说话的态度。”我笑得更灿烂了。你不觉得你妈说的话很有意思吗？她说舍不得用你的钱，却要我把我给我妈的钱拿来给她用。怎么，我的钱就不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？听到我的反驳，婆婆故技重施，开始上演她的拿手好戏，装可怜：“算了，儿子，如果不行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只是心寒，想要从儿媳妇那里拿点钱，却遭到这样的对待。”她说着，还挤出了几滴眼泪。我老公还未等我开口，便严肃地盯着我：“秦青，向妈道歉。”我感到愈发荒谬。道歉？你让我向她道歉？妈只是想要你几万块钱，你不该这样对她说话。现在立刻向她道歉！我老公命令道。我的耐心已近乎耗尽，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回答：“不可能！哎，人老了，果然是谁都嫌弃。”婆婆作势起身，假装要离开，没想到我老公突然猛地一拍桌子，冲我大吼：“道歉！我让你道歉，你听见了吗？”我也毫不示弱地一拍桌子站起来：“我就不道，你能把我怎样？你别逼我对你动手！”他威胁道。这段时间的愤怒和委屈在此刻达到了顶点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抄起桌上的水就泼在了他的脸上，想让我给这个老家伙道歉。你做梦去吧！婆婆尖叫起来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敢这么对我儿子？”她扑过来想要抓我的头发，我迅速抄起桌上的另一杯水泼向她。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他们母子俩都愣住了，包厢内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。不等他们有所反应，我径直在我老公面前播放了那段录制的视频，声音冷冽：“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，你的好妈妈究竟都干了些什么？”局势在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婆婆一眼认出了视频中的主角，顿时神色慌乱，语无伦次：“你究竟是从哪里录到的？快给我删了它！”她急切地伸手，试图抢夺我的手机。我老公也愣住了，一脸难以置信：“这不是二婶新找的对象吗？妈，你怎么会挽着他的手？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家？”为了防止他们销毁证据，我迅速将这段视频发送到了家族群里，群里顿时炸开了锅，质疑和询问声此起彼伏。二姨惊讶地发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姐，你怎么会挽着我男朋友的手？”
紧接着是一连串的质问和揣测，亲戚们纷纷议论。他大姨还特意给我发来私信：“外甥媳妇，你快把视频撤回吧，这影响多不好啊！”撤回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应。这时，公公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我按下扬声器，让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。这视频是怎么回事？你在哪里录到的？我毫不避讳，直言不讳。公公，你不用管我是怎么录到的，你只需要知道你被戴了绿帽子。老公啊，你千万别听他瞎说，这视频绝对是假的。婆婆急切地辩解，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。她怒斥我：“你想毁了这个家是不是？你这个扫把星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”说完，她抬手就要扇我耳光，但我岂会让她得逞？我稳稳地接住了她的手，语气冰冷：“上次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不要再惹我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们。”说着，我翻出手机相册里之前拍下的医院检查结果，再次发到了家族群，并艾特了全体成员。然后，我把手机屏幕举到婆婆眼前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老太婆，一直以来无法生育的都是你儿子，我忍了你这么多年，已经忍够了。你儿子才是那个真正的赔钱货，你想要孙子，这辈子都别想了。还有，”我继续说道，声音里充满了嘲讽：“我不知道你怎么好意思找我要钱。你之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，然后又想逼我辞职，为了报复我，你竟然还把我朋友的猫扔了。你口口声声嫌弃我不会做饭，你自己呢？除了抱怨，你还会什么？在要求别人对你好之前，先看看你自己配不配。”我转向仍处于震惊中的老公，声音里充满了失望和决绝：“妈这么多年处处针对我，你不仅不阻止，还在他颠倒是非的时候反过来骂我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孝顺，他要钱的时候你倒是一声不吭，只会跟我起高腔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我们离婚，这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”我决绝地说道。那天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搬出了那个家，回到了我爸妈身边。我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了他们。我妈听说了我的遭遇之后，愤怒地要去他们家讨个公道，但我拦住了她，冷静地说：“妈，用不着我们插手，他们一家现在应该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我那极品婆婆把她妹妹的男朋友都抢了，我公公应该也不会轻易放过他。”我妈还是余怒未消：“要知道你在那个家过的是这种日子，我早就叫你爸把你接回来了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安慰她：“没事的妈，都过去了。”1个星期之后，我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寄给了我老公，还附带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劝你早点签字，不然我会把你的小秘密告诉你身边所有人。别逼我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”可能是纸条的威慑力太大，我很快就收到了他的消息，约定了去民政局办离婚证的时间。到了那天，我如约来到民政局门口，没想到还看见了我公公和婆婆。婆婆一见到我，就像一只发了狂的野兽，猛地冲了上来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！你破坏了这个家庭，你这个贱女人！你不得好死！”旁边他儿子也用充满恨意的眼神盯着我，仿佛我是他的杀父仇人。跟在我后面的我爸妈见此情形，赶紧把我拉开。我妈本来就憋着火，看到我婆婆这样，更是忍无可忍，直接怼了回去：“大妈，你这话说的真搞笑！我听我女儿说你抢了自己妹妹的男朋友，你可真够牛的！自己出轨了，反过头来怪我的女儿，真是丢人现眼！你……”我婆婆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指着我妈，手指颤抖：“够了！”公公在后面冷冷地喝止了她：“
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老公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绝对会好好跟你过日子，我求你了，老公。婆婆泪眼婆娑地抱住公公的手，苦苦哀求。我看着她这副样子，心里只觉得好笑，真是稀奇呀。有朝一日，我还能看见她这样低声下气。不用再说了，进去吧。公公冷冷地说完，就率先走进了民政局。很快，我们俩之间就走完了离婚的程序。望着我那前婆婆面如土色的脸，我心情大好。走出民政局后，我打的车很快就到了。走之前，我那前婆婆在我身后大喊：“你会遭报应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很快就见识到了她所说的报应。她开始像之前逼我离职那样，蹲在我公司门口，又哭又笑，嘴上不知道在喊些什么。这一次，我直接下楼，走到了她面前，冷冷地看着她。我劝你不要在这闹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如果你一直在这妨碍我的工作，我会直接报警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没想到她直接拉住了我的胳膊，扑通一声坐下了，开始大哭大闹。你好狠的心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，都来给我评评理。这个女人不仅和我儿子离了婚，还害得我丈夫也抛弃我了。自从她嫁进我们家来，我们家就没有一件好事，家门不幸啊！我甩开她的手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丢猫的时候，我就警告过你了，你早该想到你会有这一天。”我刚欲迈步离开，她却死死拽住我的裤腿，高声呼救，声音里满是戏谑与造作。大家快来瞧瞧啊！救命啊！这恶毒的女人要打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家。她的呼喊声在周围空气中回荡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围观，议论声四起。看到她如此反应，她仿佛找到了可以倚仗的力量，呼喊声愈发急切而夸张。你们都来给我评评理啊！她无情地破坏了我的家庭。这世上还有天理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毫不留情地回击道：“破坏你的家庭？若非你抢了自己妹妹的男朋友，我又怎能有机会破坏你的家庭呢？这一切都是你自食其果。”他正欲开口反驳，却被一位旁观的大妈抢先一步：“这位小姑娘，你是怎么破坏她家庭的呀？说来听听。”我前婆婆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住了，支吾着回答：“她和我儿子离了婚。”嗨，大妈又转向我，好奇地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儿子离婚呢？能说说原因吗？”我坦然回答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“因为他儿子无法生育，却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让我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。”我前婆婆激动地反驳，声音里带着颤抖：“你胡说，我儿子那是迫不得已的。”大妈却冷静地指出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“那你凭什么说他破坏你的家庭？这明明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，自作自受罢了。”围观的人群开始逐渐明白事情的真相。原本对我指指点点的人们开始转变态度，纷纷谴责我前婆婆的所作所为。这男的太没担当了，小姑娘离婚是明智之举，听说他还出轨了妹夫，真是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啊！我前婆婆完全没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，她愣在原地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只好挤出人群，慌张地逃离了现场。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人群中，我心中暗自庆幸，这下应该再也不会见到他了。离婚后，我的事业迎来了新的高峰，蒸蒸日上。更令我欣喜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生，我们很快陷入了爱河。他对我呵护备至，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幸福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他单膝跪地，深情地向我求婚。
我向他坦诚了我的过去，包括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和所经历的种种磨难。他听后却笑了，眼神里充满了温柔和理解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你的过去并不妨碍我爱你，反而让我更加珍惜你。我惊愕地问：你怎么会知道？他回忆道：那时候你前婆婆在公司楼下找你麻烦，我和我妈刚好在现场。我妈当时还问你为什么要离婚，你记得吗？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那位仗义直言的大妈。我感激地看着她，问道：那位大妈是你妈吗？她点头笑道：是啊，我妈当时就和我说，你是个经历过不幸但很坚强的女生，我很庆幸能遇到你。很巧的是，我也对你有好感，所以后来我想办法认识了你。她深情地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爱意。她再次问我，声音里充满了期待和坚定：那么，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我发誓，我妈会对你非常好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妈还给我下了命令，追不到你就别回家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感动。上一段婚姻的阴影曾让我对婚姻失去信心，但此刻看着眼前的他，回想着我们相处的点滴，我觉得我似乎又找回了追寻幸福的勇气。说起来，我还没当面感谢过阿姨当时帮我仗义直言呢。我感激地说。她的眼睛一亮，笑着问道：你的意思是？我笑着回应：走吧，我怕你今天回不了家，我答应你的求婚了。她欣喜若狂地从地上蹦起来，迅速把戒指戴在我的手上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激动地说道：太好了，我们回家吃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